我只是与对面的考生打个招呼，他瞧着不错，绝对是个对手。若是我得了解元，他绝对会得亚元，将来进京殿试，说不定我与他还会再争一二。沈玉闻言无语的在心里翻了白眼，想说你怕是反了。天下客栈偌大的1楼大厅，万籁俱寂，近100名考生全部鸦雀无声，一个个紧握拳头，手心手背皆是汗，煎熬地等待着。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，终于一匹脖上套着红绸的骏马冲着天下客栈方向疾驰而来。没错，是鲍喜差来了。倏地，1楼考生全都站了起来，心口都提上嗓子眼，眼珠子瞪大，心跳失常，等待鲍喜差喊到自己的名字。捷报，真会光纪老爷高中举人第50名。捷报，真会光纪老爷高中举人第50名。各府录取举人名额只有50名，即是上万的考生，只有50人有机会中举，竞争不可谓不残酷。而鲍喜则是从孙山，即是从榜末最后1名开始，榜首第1名的解元则压轴最后，由敲锣打鼓的仪仗队捷报。捷报，真会光纪老爷高中举人第50名。见没有人回应，以为住址出错，又低头看了一遍住址，可是最后确定住址没错，正是天下客栈。当鲍喜差一脸蒙圈的时候，就见一个60几岁花甲老叟，我中了，我居然中了！说罢，他突然双眼一翻，昏倒在地。就在众人傻眼之际，老叟倏地又活了过来。不过等他再爬起来，却不是去给鲍喜差封喜钱，而是突然朝门外飞奔。我中举了，我中举了，我终于中举了！2楼雅间的宋锦惊见此情此景，呆若木鸡，不敢相信自己亲眼见证了一个举人在眼皮子底下疯了。范进平白无故多了1名老兄，稍会儿会再有捷报，别往嘴里塞吃的，免得噎着了。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煎熬等待。然而除了最开始疯掉的那个举人，久久都没再见鲍喜差进入天下客栈。虽然众人一直能看到套着红绸的骏马，但是每匹骏马全是擦门奔过，1匹2匹。刚才过去的是第几匹马了？48。众人一个个都有自知之明，最后还剩下亚元与解元未保，但绝对不可能是他们。我还是去看看能不能上副榜吧，上了副榜，下课还能再拼一拼。这清醒的考生也没有当即离开，毕竟谁不好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考试，最后是谁夺得贵榜的头名。厉言也在数路过的马匹，数到48，见对面雅间的萧衍之也没接到捷报，就知道亚元与解元将会是他们其中一个。当他看见萧衍之连眼眸都不曾瞥客栈门外一眼，只一个劲儿盯自己女人看，对功名满不在乎的模样，真刺激了他的眼珠，背脊都在冒汗，整个人都坐不住了。要是这次他没有夺下解元，那状元就与他无望，他可是小3元，很有机会再连中大3元，成为连中6元，再入史册的千古科举第1人。只是他千算万算也没算到，萧衍之同样也是小3元，有望成为千古科举第1人，不仅仅他厉眼一个人而已。于是当第49匹高头大马停在天下客栈门口那刻，天下客栈内的考生们全都惊动了。厉眼却不希望听到鲍喜差喊他的名字，此时此刻他甚至希望鲍喜差喊的是萧衍之的名讳，偏偏鲍喜差似乎跟他作对。捷报，例会严老爷高中举人第2名亚元。捷报，例会严老爷高中举人第2名亚元。当厉言手中的茶杯落地上摔碎了，瞪圆双眼，不敢相信自己耳朵。
更不敢相信自己与千古科举第一人就这么痛失交臂。厉大哥，状元没了你还可以争探花，你如今需要做的是给报喜差封喜钱。自从得知萧衍之参与了这次科考，沈玉就知道厉眼抢不过萧衍之，这可是当初他看上且心心念念想嫁的男人，一个将来权势滔天，连赵钱都忌惮的未来首辅。若是连一个乡试解元都夺不下，岂不成了笑话？厉眼是真的运气不好，他是千算万算都没算到萧衍之腿脚这么快好了，竟能参与这次科考。这才逃荒落户1年不到而已。他双眸猩红，看向对面，见萧衍之一如之前对报喜差漠不关心，顿时又羞又恼。他脚下如灌铅，离开了2楼雅间，下去了1楼，然后在众考生们又妒又羡慕的眸光下，从袖兜内掏出5两银子递给报喜差，脸色苍白，强颜欢笑说道：劳您奔波一趟，小小心意还望笑纳。厉老爷言重了，这都是小人应该做的。是的，但凡成为举人，自然称呼一声老爷，毫无悬念。第2名亚员刚刚捷报完，第1名解元就产生了。不多久，大街上走出一队威风仪仗，沿途敲锣打鼓，一直往天下客栈方向走来。捷报，萧慧衍之老爷高中举人第1名，解元。捷报，萧慧衍之老爷高中举人第1名，解元。解元老爷啊，快跟上，跟上一定有喜钱捡。哎，快抱上孩子去摸解元头。大号有这么一个习俗，让孩子们摸了解元脑袋，孩子不仅可以变聪明，还可以沾福气，以后科举高中。没多久，威风仪仗停在天下客栈前不走了，天下客栈因此被围得水泄不通，里3层外3层全都是百姓。天下客栈的掌柜在仪仗队停在门外那刻激动疯了，走出客栈，老天爷啊，解元竟也在我天下客栈！天降惊喜啊！他的客栈还没有住过解元啊，只要出了一个解元，以后他的客栈不仅可以扬名南安府，来年科举进账还能蹭蹭的涨。快去准备喜钱，准备2箩筐铜钱，撒钱，给我狠狠的撒！萧衍之直到仪仗一路高喊他名字，且最终停在客栈前，这才有了反应，握了握宋锦的手，才起身独自下去1楼，走出了客栈。他的身后跟着魑魅魍魉，魑手中捧着一个红布盖着的托盘，为首衙役见客栈走出一个神仙俊容般的男子，怀疑自己看错，是萧慧衍之解元老爷吗？这1年的解元也太年轻太好看了吧。往年他报喜的解元一个个不是长得歪瓜裂枣，就是年岁大的喜当爹的。在下正是萧衍之。说完，从魑手中接过托盘，掀去红布，露出托盘内银灿灿的100两银。有劳仪仗奔波，1点喜钱还望笑纳。解元老爷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小的应该做的。真没想到这解元老爷不仅神仙俊容般好看，出手还慷慨大方。解元老爷，这是举人符，明日巡抚大人大摆鹿鸣宴，还请解元老爷着此正装亲至。宴席时间是上午4时恭候，5时开宴，一定准时赴宴，多谢告知。萧衍之送走了仪仗队，客栈的掌柜很机智，当即就让4个伙计抬出2箩筐铜钱，对着里3层外3层的百姓们开始撒钱。掌柜还很会来事，不忘记趁机捞名气，喊道：天下客栈特发喜钱，与大家同享解元老爷福气喽！百姓们霎时乐疯了，当伙计们撒钱那刻，一个个疯了似的争抢。解元老爷，你别走啊！你让我儿摸摸头，沾沾福气啊！有了一个妇人，其他妇人也抱着孩子向萧衍之扑了过来。我儿也要摸。解元老爷，你让我儿沾沾福气啊！然而，不止妇人扑过来，也有富户小姐盯上了萧衍之。爹，这个男人我要了，你去跟我说亲，哪怕他有妻室了，就算做妾我也甘愿。
天哪，为何有这么好看的解元老爷？魑魅魍魉怎么可能让他们少主梳得光溜的头发被摸成鸡窝，又怎么能让他们少主被女人生扑？他们少主可是有主的，而且夫人长得美若天仙，四鬼当即像4个凶神恶煞铸成人墙，挡在萧衍之身前。萧衍之听到那些姑娘的话，脸阴沉的能滴水，当即拿着举人符就迅速回去客栈，回到2楼雅间宋景身边。只是他刚坐下，1楼在座位上的百位考生一个个轮番开始来向他道喜，一个个嘴里喊着解元老爷，其实心里正酸死了，一个个口不对心。尤其最后面与沈玉一起来道喜的厉眼，厉眼认出了宋锦，是之前陆玉强盗救了他与沈玉一命的美人。恭喜萧兄高中解元，不知萧兄是否愿意与厉某一起远赴京城参加明年春闱，既能成为同乡，便是有缘，2人路上好有个照应。听到他的话，不仅宋景紧皱眉心，就是沈玉也一脸愕然。抱歉啊，萧猛与那人还未决定何时进京，事情太多，可能还要迟好些时日，就不好耽搁厉兄了。逢场作戏这一套谁不会？萧衍之刚应付完客栈所有考生虚伪的客套，还没有与宋景好好说句话，7、8个富户就派来司媒向他求亲。没错，求亲，求他娶。萧衍之用着最平淡的语气对所有司媒说出最不客气的话：他们姑娘若有病，不应该找我，该去找大夫。然而这还没有完，司媒被气走后，后面又来了好几个乡绅。乡绅得知送女人没用，于是给他送银子、宅子、田产想巴结，全都希望萧衍之高中状元后官运亨通，物相旺。萧衍之连自己便宜爹千年氏族少主之位都瞧不上眼，岂会给这些乡绅接近的机会？一声不吭，脸色铁青，带着宋锦回去天字号房，然后一律拒绝见人。厉眼看着原本属于他的荣光全都附在萧衍之身上，看着一波波讨好巴结的富户乡绅进进出出天下客栈，握着茶杯的手指指节逐渐泛白。沈玉盯着厉眼手背，一句安慰的话也没再说，只是失望看着，果然是残次品，就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打击就经受不住，如何能培养成他心中的第一男人？与萧衍之两相一对比，当真一个云龙，一个井蛙，天关地距。有人给你送小妾，你真的不收吗？一个个可是比我年轻的姑娘哦。萧衍之握住了他的素手。你希望自己相公收小妾啊？我这辈子知你一人足矣，若有来生，我也只要你；若是有生生世世，依旧还是你。油腔滑调。宋景老脸红了，发现这男人是愈发会撩了。眼下你仅是举人，就有人给你送女神，若是等你高中状元，皇帝发疯给你赐婚，满朝文武给你塞女人，你扛得住吗？若真到逼不得已那步，我大不了不做什么状元，回来跟你做泥腿子，你会不会嫌弃我没出息？宋景无语。或者我认了那个爹，让你当少主夫人。千年氏族少主夫人，名号也挺威风，只要宋景高兴，他不介意认了便宜爹，惯着他，宠着他，给他喜欢的一切。他真没想到这男人愿意为他牺牲这么大，不仅愿为他做泥腿子，还甘愿认便宜爹。虽此时只是嘴上说说，但有这份心意确实足够令他感动，做梦都要笑醒了。不过朝堂才是他的舞台。你不是要给我争首府夫人吗？说到就应该做到，你还是努力拼一拼吧。我不过就随口一问，若真被我言中，你不可隐瞒着我，出了什么事我们一起商量，天塌下来我与你一起顶着。萧衍之因他最后一句，凤眸逐渐深邃，最后紧紧将他拥入怀里，恨不得与他融为一体，此生能得此贤妻，夫复何求？
千言万语化为烫人的吻，再次附在宋景唇上，满是旖旎。陆明宴，科举盛宴。陆者，陆也，寓意升官发财。赴宴之人除了主考官、统考官、提调、南安知府等各级官员，还有此次乡试的50名新科举人。萧衍之换上了正装举人服，端的是书香文雅，金贵不凡。萧衍之坐到属于自己的解元位置，厉眼也坐在他的下方亚元座位上。萧衍之刚落座，3道视线齐刷刷落在他的脸上，不管是巡抚大人顾宗堂，还是主考官杨少成，或是南安知府一业，3个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物都同时被他神仙俊容吓着了。一知府只是从知识口中知道小三元21岁，还很年轻，但真的不知萧衍之还长得这般俊美，而给萧衍之批阅试卷的主考官杨少成更是惊得不轻。这个解元还是经他之手产生的。他读萧衍之策论时，还以为对方至少年龄也应该满30。如此言语犀利，狂傲作风，实在与此时的书香文雅、艳朗独绝的萧衍之不相匹配。没想到这科的解元竟如此年轻啊，果然后生可畏。解元可以成家，晚生已定亲，正筹办嫁娶，正位后便与倾慕之人成亲。好在他与宋景已立了官方婚书，李梅氏也去了狠黑村替他下聘走后面6里，他也不用再惧怕任何人去查。顾宗堂听到萧衍之已定亲，面色阴沉下去。不过宋美人不成，并不影响他的招揽。解元可拜过恩师啊。晚生拜过恩师，只是恩师在去年地龙翻身时没能逃过一劫，不幸现世，让恩师在晚生心中始终活着。他6岁时确实拜了一名大儒为师，恩师不仅免了他所有束修，还将他当孙子般看待，文房四宝全供他用不止。他小时也没少穿恩师买的衣裳，若不是不用束修，萧富贵怎可能让他念书？你是西北的，不是南安府的考生吗？大人，他正是西北逃荒南下灾民，蒙陛下恩赐，落户南安府，定居永福县。当陛下2字搬出来，顾宗堂脸色果然骤变，一知府看在眼内，心里冷笑：你还敢与陛下抢人吗？陛下可是时刻惦记着西北灾民，且我也能上达天听，一封信便让陛下知道解元的存在。若让陛下知道你结党，你这从2品巡抚恐怕是走到头了。杨少成闻到这里边的硝烟味，只笑不语。他既不是太子党，亦不是其他皇子党，他是无人知道而已。他的视线落在萧衍之下手的厉眼身上。大人，这科的举人当真后生可畏，亚元也很年轻，且生得俊俏呢，明年春闱绝对有望摘得探花呀。杨少成看了厉眼的策论，他从策论就看出厉眼将会是个左右逢源会做官的，这类人应该很对太子的胃。亚元可曾婚配啊？厉眼前一刻还因为萧衍之被巡抚大人拉拢，五指正在袖中暗暗握拳，突然听到主考官杨少成举荐他，当时愣住了。尤其当巡抚顾宗堂再问他时，脸色大喜，当即激动地站起身，拱手作揖：晚生未曾婚配。他与沈玉虽有肌肤之亲，但也只是牵手亲吻而已，无名无实，不曾婚配。好，等宴席结束，你且留下来。顾宗堂喜道，随即拍了拍手。等到未时，宴席散去，他第一个离席而去。临走前，他看见厉眼被一个衙役带走了，至于去做什么，他也猜到了。厉眼确实被衙役带进了房内，他满心欢喜，以为是巡抚顾宗堂单独见他，
从此以后，他便能扶摇直上。哪里知道走进房后，看到了让他眼睛都瞪直的一幕：两个舞姬身段妖娆，身上只披一件薄如蝉翼的薄纱。当房门关上那刻，两个舞姬褪去身上仅存的薄纱，向他迎迎走来，然后一前一后，一个解他腰带，一个解他衣裳，最后芙蓉帐内，三具躯体死死交缠一起，从未时一直到入夜都未曾分开。当宋锦听到丽眼被带走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沈玉知道这件事，会不会哭死啊？丽眼应该不会让他知道这件事，我们也别管了。当时他来问字时，你已经提醒过他了，他不听是他的事。宋锦想了想，也对，当初沈玉离开狠黑村时，他已经提点过一次。第3场策论考前，他看在一起逃过荒的份上，又提醒了沈玉一次。然而事不过三，他与沈玉还没好到能当朋友的地步。你以后不会也瞒着我偷偷干这种事吧？萧衍之躺着也中枪，身子一震，他突然发现这问题太可怕，带了巨坑。因为不管他怎么回答，一定都是他的错。他说不会，他也一定觉得他撒谎。既如此，干脆什么都不说了，日久见真心。宋锦见他不答话，脸都绿了。干嘛不回答？难不成被我说中了？萧衍之无语的只能用唇堵住他，许久过后才道：我不会，我又不是畜生。还有我不敢，你这么多毒药，万一你把我毒死了，以后我们的崽崽岂不是没爹了？你不生寡妇了？我怎么舍得你以后一个人啊？臭不要脸，谁要跟你生崽啊？萧衍之见宋锦脸红的模样，眸色渐渐幽深。阿锦，我们明日就回狠黑村，先将前面无理走完。二人虽立了婚书，但是一日没拜堂，他心里始终不踏实。只有拜堂成亲，二人才是真正的夫妇，可以生属于他们的孩子。丽眼初尝人世的美妙，怎么会舍得如此轻易放弃如此良辰美景？他与两个美人关一房里，从未时到虚时，将客栈里的沈玉忘记得一干二净。门外的两个看门衙役都乐呵笑了。他娘的，真能叫，叫得我都要顶不住了。这位亚元老爷可以啊，弄了这么久还不出来。面对娇滴滴俩美人，谁抽得动腿啊？衙役的黄段子说了之后，房内才没有了动静。吱呀一声，衙役总算看见丽颜脚步虚浮，眼窝凹陷乌青，衣衫不整走出房来。丽颜以为完事就可以见到巡抚顾宗堂了。巡抚大人给亚元老爷留了话，两个美人亚元老爷且带回去养着，有事巡抚大人会让美人传话。丽眼闻言脸色都变了，这才记起来客栈里的沈玉。不过等他再想起与两个美人之间的一幕，顿时觉得口干舌燥，且衙役的话也说得明白，他想搭上巡抚，两个美人就必须带回去。劳烦替我回巡抚大人，晚上一定好生养着两位美人。没错，养着，不过是舞姬，连妾都不算，只算是外室发泄时用的工具，既不是妾也不是原配，威胁不了沈玉地位，沈玉一定能接受的。不多时，两个舞姬穿好衣裳，一红一绿，仪态万千出现。亚元老爷，奴家名叫嫣红，老爷可记住了？奴家柳绿，老爷也要记住了。两个衙役忍不住鸡皮疙瘩，他娘的，是个男人都顶不住啊！果然是巡抚大人招揽人才最厉害的武器。有了两个舞姬，以后这亚元就是巡抚大人跟前的一条狗。丽眼一点也不知情，自己在巡抚眼中连当棋子都不够资格。当亥时已尽，沈玉看着两个舞姬几乎挂在丽眼身上那一刻，当即什么都明白了。
他不敢相信自己培养的苗子居然是这般经不住诱惑的恶心玩意儿。玉儿，你听我解释，巡抚大人赐了2个美人给我，他们顶多就是外室，我不会让他们怀我子嗣。厉眼面对沈玉那刻才想起来，沈玉是可以做梦的福玉女，他怎么可以未经他允许先与别的女人上了床？而且攀上巡抚哪有借助沈玉做梦的本事强？不过他却不知道，他自己也仅是沈玉培养且随时可弃的苗子。沈玉对厉眼本就没有什么感情，厉眼还有用处，不过是有机会让他做次府夫人而已。男人养几个小妾外室再正常不过，厉大哥不必解释，我也明白，我只要是你心中原配即可。玉儿，厉眼没想到沈玉如此通情达理，握住沈玉的冰凉的手。玉儿你真好，你放心，金榜题名后我们即刻成亲，你一定是我厉眼的原配，无人可代替。简直太好了，有个福运妻助他官途，闺房还可以妾室成群，这样的人间美事他如何不欣喜？今夜就有2外室伺候你沐浴休息，我去找掌柜另开一间房。沈玉不着痕迹抽出自己手，心里对厉眼恶心不行。厉眼刚做举人就多了2个外室，等高中探花，这个原配是不是他的都不一定。不过他忍着，一是想看看厉眼能否说到做到，二是他也想借助厉眼打入皇宫贵族士阀圈子，他的苗子随时都可以换。要知道皇帝有27个皇子，他就不信全都歪瓜裂枣，找不到一个好的。做不了赵钱的皇后贵妃，做不了萧衍之的首辅夫人，那他就做王爷的王妃。总之他不甘心就这么一辈子做泥腿子，她是锦里福玉女，上天宠爱的闺女，不应该泯然于众。他的夫君就算不能与赵钱与萧衍之相比，至少不会比2人差才是。子夜得到沈玉允许，可以正大光明与2个舞姬折腾的厉眼更加卖力了。一上一下2个美人，一声高过一声此起彼伏的叫声，简直将整个天下客栈的屋顶都要掀翻了。然而厉眼不觉得羞耻，也没有制止这2个美人叫喊，甚至觉得自己威风极了。天字号房，宋锦与萧衍之相拥而眠，正做着美梦，哪里知道睡到半夜，突然听到楼下传来女人尖叫声。什么声音？萧衍之与宋锦互相瞪眼好半天，最后总算弄明白了过来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尖叫声，而是……哇，谁能想到好好的文人墨客住的客栈，一夜之间变成了青楼。萧衍之也闹了个脸红，尴尬不已。见宋锦起身想去找人麻烦，急忙将人捞了回去。等等，掌柜与其他考生应该会闹。后来还真被萧衍之猜中了，住在弟子号房隔壁的考生实在受不了，砰砰砰砸在弟子号房的门上，骂道：他娘的，给我滚出来，让不让人睡觉？掌柜出来，我隔壁弟子1号房间何时住进来一头种猪？你给我将人赶出去，不赶出去你退我房钱。没中举老子已经不爽，你还嫌我不够晦气吗？萧衍之与宋锦听到那考生大吼声，才听清楚了弟子1号房5个字。哎，该不会是沈玉叫的吧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太劲爆了，有瓜吃，不看岂不可惜了？看别人做什么？你想看就看自己相公。宋锦吓了一跳，这话也太那个啥了吧？宋锦最后自然没能看见自己相公身体，萧衍之不过是吓唬他，逗他玩乐而已。次日4时，碧空如洗，万里无云，宋锦与萧衍之终于要回乡，离开南安府了。出门至今时隔1月有余，萧衍之高中解元一事已有南安府衙役提前回永福县捷报，官媒李氏也去了狠黑村说媒下聘。如今不仅永福县所有百姓得知本县出了一个连中4元的解元老爷，就
就是娘家人也知道二人立婚书的事情。宋锦与萧衍之携手走出客栈的时候，客栈外满满都是考生，所有考生与他们目的一样，正准备回乡。当然，人群中还有沈玉与厉言，只是原本2个人变成了4个人。厉言如今是享尽了其人之福，一男3女。沈玉无意中转头，看见成双成对如一对璧人的宋锦与萧衍之，觉得自己的脸面都给厉言丢尽了。厉言与2个舞姬在客栈闹出的动静成了天大的笑话，不仅被掌柜敲开门，亚元老爷与2个外室没节制乱搞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。沈玉回想起之前去问考题要字时宋锦对他说的话，他顿时感觉自己被人狠狠扇了一掌般。宋锦的眼光多毒辣，轻而易举就看出厉言是个恶心玩意儿，而且从不出错。他觉得自己再一次被宋锦打击了，最后他没忍住向宋锦与萧衍之走了过去，看着宋锦发上的蓝宝石镶嵌的流云烧蓝步摇簪子，猜测是萧衍之送的，很是羡慕。你们是回去狠黑村吗？对，你有什么事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说明年京城再见。说完逃也似的离开，从头到尾不过几个眨眼时间而已。宋锦吃惊地瞪着沈玉的背影，半天都合不拢嘴，一脸蒙圈。我们与他没有关系了，即便有，私下顶多点头之交，没有必要与之交好。2人都看出沈玉转了性子，但是厉眼攀上巡抚顾宗堂，先不管顾宗堂是谁的人，但是他与宋锦都是赵钱的人，以后注定与赵钱一起站在太子与其他皇子的对立面。无论沈玉会不会嫁给厉眼，与之撇清了关系最好。我知道，走，回家。3天后，2人终于远远看到永福县的城门，回乡之心更急切了。只不过2人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许知县太会来事了。永福县的城楼上挂了一幅大红符，红符上写着一行巨型大字：喜庆，本县狠黑村萧会衍之老爷高中举人夺得贵榜第1名解元。马车抵达县衙外，萧衍之一身锦衣先走下马车，暴露了俊容那刻，姑娘们全都疯了。天啊，这是什么神仙解元老爷？爹，我非他不嫁，你快去给我到狠黑村说亲。解元老爷，奴家有田有宅，有花不完的银子，不介意做妾，嫁你可好？解元老爷扶下马车的丑八怪是谁啊？哎呀，不要啊！解元老爷居然被个丑女玷污了！丑女，赶紧放开你的脏手，别玷污解元老爷！宋锦听到这些女人的喊话与谩骂，脸都黑了。这些女人都瞎眼了吗？没看见萧衍之敢众目睽睽之下牵她下马车，说明已经有原配了吗？而且她穷吗？她如今怎么也是永福县的首富，稳妥妥了好吗？眼下永福县谁比她有钱？给她站出来比划比划。还有，她丑吗？暴露美貌，打击不死你们！祸水！跳下马车那刻，宋锦把怨气撒在萧衍之身上。萧衍之听到宋锦被人骂，脸都沉了，忽又听到宋锦骂他祸水，顿时觉得自己真的是无妄之灾，冤枉极了。也不是他想长成这样的，要怪只能怪他的便宜爹秦军。不过当他幻想将来他与宋锦生的崽崽一定会很好看，唇角又勾起，态度好到不行。对不起阿锦，以后你扮丑我也扮丑，绝对扮成和你一样登对。他决定了，以后他要与宋锦一起好看，一起丑，总之要做天底下最登对的夫妇。赶紧进去，早完事早回家，还嫌自己不够招蜂引蝶是吗？如今这男人仅仅只是解元举人而已，就惹得如此多女人垂涎。他都忍不住想，等这男人去了京城，
高中状元又结实，会不会引起女人争抢造成踩踏事件了？冲着这张脸，不知有多少达官显贵想让他做乘龙快婿，也不知道以后给他挡狂风烂蝶，他会不会被活活累死，成为史上第一个替夫挡妾活活给累死的可笑原配。因宋锦是女眷，不宜进正衙。萧衍之去见许知县时，宋锦也在衙役带领下应邀去后院见知县夫人。随后在一处亭子里见到了知县夫人，还有新县城夫人。宋锦实在不愿意与官夫人套近乎，但是萧衍之走上了仕途，既嫁他，将来就无可避免与他一起应对这种虚伪客套的场面。欢迎欢迎，妹妹快进亭子坐，我可等你好久了。知县夫人长得眉眼清秀，看见宋锦的丑容，不仅没有任何轻视之意，甚至热络的迎接。她如此激动是有原因的，他家老爷可是叮嘱过了，新科解元入了南安知府的亲眼。南安知府的恩师又是当朝刺府张之重，等着解元状元及第，不出意外会是刺府党，将来绝对扶摇直上，再差也能混个五品官。五品官可比他家老爷七品知县上了几个台阶。妹妹快尝尝这道凤梨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妹妹要是喜欢吃可带些回去。知县夫人满心欢喜接待宋锦，是真的发自真心。一旁的八品县城夫人反而坐在原位无动于衷，既没有表面的客套，看见宋锦脸上的斑点，眼中也闪过轻蔑之意。两位夫人谁可交谁不可交，高下立判。宋锦不动声色，将二人反应看在眼内。妹妹已是举人夫人，身边怎没有一个贴身丫鬟随侍？这个问题出口，不仅宋锦双眼一眯，知县夫人脸色也不太好看了。我身边2个丫鬟都是貌美的，你若是瞧着喜欢，且带回去一个。咱们女人身子不适时，还是多替自己男人想想。顿了一下，又盯着宋锦脸上的斑点。妹妹想永远留住自己男人，这张脸可还得下点功夫才是。我正好得了1瓶淡斑膏，妹妹也先拿去用吧。言罢，不仅他身后模样清秀的一个丫鬟走向宋锦，就连1瓶淡斑膏也盛到石桌上，推到宋锦的面前。知县夫人哪里还听不明白，这个县城夫人倚仗着之前6品官的威风，既想搞拉拢，却又端着姿态，甚至自以为是给解元塞女人。陶夫人，这淡斑膏给妹妹用可以，不过丫鬟的话，我想妹妹是不想买，否则就很黑村那座大庄园而言，想买180个丫鬟随时买得起。如今整个永福县都传得沸沸扬扬，很黑村建了一座占地200多亩的大庄园，成为永福县第一个家家户户住1进宅子、最有钱的富裕村。很黑村不再黑了，如今百姓眼中，很黑村是一处人杰地灵的风水福地。瞧着是个水灵，讨人喜的。不过妹妹实在不好夺夫人所爱，妹妹打算去了京城再买下人。还有，将淡斑膏又推了回去。相公说，我即便长得貌丑无颜，他依旧爱惨了我。如此贵重的珍品，实在不好浪费在我脸上。就这么一个只能算作清秀的丫鬟，也想来膈应他，简直不知所谓。虚实，宋锦与萧衍之趁着宵禁，百姓不得不离开散去之后，终于摸黑回到很黑村。时隔1个多月，当马车驶进庄园，停在萧衍之的2进宅子前，4小家伙得知自己爹娘回来，简直高兴得疯了，一个个如狼崽子嗷嗷大叫，撒开脚丫就直接扑到2人身上。娘，七爷，我想和娘睡。水水发现自己真的太喜欢这个娘了，1个多月没见，她每天思念娘亲比思念爹爹还要多。我也想和娘睡。木木同样恳求的眸光，她真的不坏了，她超级乖，而且她还学武功了哟。她现在有6个师傅，姥姥、
老爷、大舅舅、二舅舅、大舅娘、二舅娘，厉害吧？放眼天下，谁有他师傅多？爹爹，我们也想和爹睡。金金与火火最近被姥姥教导基本礼仪，明白自己是男孩，不能与娘睡一床，所以两男娃听到两女娃的话后，眸光同时投向萧衍之。萧衍之没想到刚回家就要与宋锦分开睡，自然不乐意。你们6岁了，不能再缠着爹爹睡了。转头又对两个女娃道：你们娘亲坐马车颠簸劳累了几日，你们先让你们娘今夜歇息好，明日再让你们娘陪你们午歇啊。今晚宋锦是他的，就算是谁也别想抢走，即便是他与宋锦所生的亲生崽崽都不行。宋锦看着萧衍之冠冕堂皇，厚颜无耻拒绝4小家伙，忍不住扶额，觉得自己老脸都丢尽了。